1号拍品1186号啊，清康熙的五彩人物故事图的瓷板。通过我手中，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就是从图片上面，大家可能以为是一个很大的一块瓷板哈，但是通过我手中呢，大家可以感觉到它这个尺寸呢，其实说不上特别大，但是呢，就是这种呢，就有它非常小巧的这种可爱劲儿在里边啊。就是您看我这个2个手，扶着这个瓷板，它的尺寸大小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就是这么大，非常的小巧可爱。那么它的主体纹饰呢，是以这个五彩啊来描绘了人物故事题材。那么这4位人物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坐在这里的是一位这个长者啊，一看就是这个位高权重的一位长者啊。然后他们这4位人物的脸都是以康熙时期，甚至包括雍正时期沿袭的这种以矾红来描绘他脸部的这个轮廓啊。来跟随我手指的地方，有点太爆了哈。我们那个抖音的网友啊，您好，是这样，我们就是关于您这个问题，我们很多网友都问过啊，就是保不保真？我曾经说过，就是说我们一个真正做瓷器，我们要做口碑、做品牌的公司，我们不会天天把这个保真挂在嘴上。就好比如说这个国际性的这个大的拍卖行，苏富比、佳士得，他们也不会天天把保真2字挂在嘴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做的每一件事情，拿出来的每一件拍品，它也时时刻刻不在提醒着我们要保真。啊，就是我们一去的所有的拍品都是经过我们专家团队鉴定过的啊。然后呢，就是您买到之后，如果是您觉得收藏个1、2年之后您不太喜欢，您可以随时拿过来，我们再帮您继续上拍，这都没有关系的啊。所以您说保真，我们真的不可能天天我们挂在嘴上说保真，但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做保真的事情啊。今天晚上8点钟开拍。网友你好，那个静老师啊，今天晚上8点钟开拍。好，今天晚上8点钟开拍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多个平台同步在直播啊。刚才我同事跟我说不要提具体的某个平台，就是某音上边啊，晚上8点钟开拍。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第一件拍品啊，那么这个呢？来，我们跟随我的手指的这个方向，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康熙时候啊，就是这个人物的脸部的画片啊，脸部的画工，大家可以看一下，它都用了这个矾红来勾勒它的脸部的轮廓。其实呢，在雍正的时候，这个人物啊，他也有沿袭这个康熙时期的这种画风，就是以矾红来描它的这个轮廓。但是呢，到了雍正的时候呢，在人物的脸上，他会以这个红再做一个淡淡的，就是描在脸上一个淡淡的一个绘画。但是在康熙的时候呢，他就只有矾红来描绘脸部的轮廓。那么在他的脸上2个额匣之处是没有更多的这个红彩在上面啊。到雍正的时候，他会又有红彩在上面。然后这4位人物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定是要看人物的这个开脸和他的这个面部表情啊，这是能反映每一个画工他的技术的精湛在里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坐在主位的这位长者啊，一看就是位高权重。然后呢，他的不管是坐姿也好，还是他着装也好，都无时无刻在体现着他的这个位高权重的这一面啊。然后呢，然后他的后边呢是他的一位侍从啊。来，我们摄像机跟一下我这边，他的后边是他的一位侍从。那么我们再来看。他坐在这个长者对面的这位啊，一看呢，应该就是来拜访这位长者的，因为他2手作揖啊，而且呢，他坐在这个凳子上呢，整个人的身体是往前倾的啊，这也是表示他对这位长者的一个尊敬啊，并且呢，大家仔细看一下，就是这种脸部的人物的脸部的描绘啊，是特别的有意思。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脸啊，就是有一种在讨好，或者是有一种这种崇拜的这种表情，在望着对面的
主人啊。所以说这个画片也还是非常的细致的在描绘了这个当时的这种人物场景，这和我们就是晚清时期的这种人物的刻画是不一样的啊。它的这种康熙时期的这种画工还是非常的到位的。另外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四边啊都有这个锦地纹。那么这个锦地纹呢，也谢谢思瑶朋友啊。那么四边的这个锦地纹呢，也是康熙时候所开创的这种锦地的这个纹饰。那么到了光绪的时候，也有这种就是仿这种纹饰的啊。但是它的用彩，不管它的矾红彩还是它的绿彩，都和康熙时候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另外呢，在这个四边的这个方框上面呢，有4个小开光。那么这4个里边是放了4个杂宝。那么杂宝呢，大家也知道，就是它和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八宝呢，它看似一样，但是又有一定的区别。这个杂宝它是取自于元代时期的这个戏曲上面的这种版画啊，然后就是戏曲上面的这种什么板子啊，什么如意啊，这些个杂宝啊。所以说这个整个画片应该来说非常具有康熙时期这种典型的一个特征，不管是说它人物的刻画，还是它周围的这种辅助纹饰的运用啊，都是非常具有康熙时候的典型特征。另外呢，跟大家看一下这个框子啊，这框子一看都是非常具有时代感。它的这个框子的表面呢，略微有一些磨损啊，磨损。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另外背面啊，看一下背面，这一看这个报纸已经发黄的啊。一看这个报纸，有朋友问这是什么故事啊？这个故事我们目前没有考证出来，但是这个应该根据版画，我觉得应该能，因为时间紧任务重，这个目前我们没有考证出来。然后这个背面呢，一看就是这个海外回流的啊，这是当时海外的藏家做的一个背板。这糊的还挺好的，所以我们就不能再给它剥开了看里边了啊。这个是背面，对，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纹饰的画片啊，就是这个人物题材肯定是有一个故事在里边的啊。我们这个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同事目前还没有考证出来，但是它一定是有这种交流啊，这种人物啊，这种刻画，它肯定是有故事画片在里边。而且您看这个长者，他的背后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屏风啊，这种屏风，然后这个画的是这个石头啊，这种山石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这一件呢是康熙时期非常典型的一件作品，大家有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品相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品相是有修复喷胶的这个痕迹啊，大概是在这一块儿。有喷胶的一个痕迹，对着紫光可以打出来。那么其他的地方都是完好的，应该说这一件还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反正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这种尺寸的瓷板要比那种比它大的那种瓷板的尺寸啊要少见，就是这种尺寸其实是比较少见的。对，是回流，是老的。郭子仪拜相是吧？有网友说是郭子仪拜相，您说的应该是这样子啊，应该是没问题的。我是特别喜欢他这种，主人公这个人脸的刻画啊，两个人，尤其是这一主一客之间，就主人和客人之间这种眼神的交流啊，特别的好玩，特别有意思。尤其这个人的开脸是，哎呀，非常讨好的，然后非常虔诚的这种。还是有点爆，这个光还是有点爆，我觉得，哎，这样好了，这样好了，好，也特别感谢大家在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那么今天下午其实本来是汤老师也要过来跟大家见面的，但是他现在因为有事情赶不过来，所以呢，我就跟大家那个在直播间进行沟通交流，有讲的不到位的地方啊，大家一定要多多补充，多多指教啊。好，谢谢我们人生如茶这位网友，谢谢您。
好，那么这是我们第1186号，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一件拍品啊。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就继续往后。我们今天下午想把所有的东西都跟大家展示一下。好，来继续往后。来看这一件。好，我们现在是给大家介绍的是1187号清康熙的青花鱼藻纹的小杯啊。先跟大家说一下品相啊，它是口上有爆釉，来，我们摄像头跟过来，口上有爆釉，然后这一块也有一点点磨的，就是感觉跟有一点点磨口似的，它就是非常小的这种爆釉啊。然后圈足有小颗，我们看一下。圈足的小颗呢，就是大概在这一块，就是用手能刮出来，对。然后它的口径呢是7.4公分啊，7.4公分，这个尺寸呢是比较小的，适合于这个做主人杯喝茶或者是喝酒啊，这个都是蛮不错的。而且它是画的纹饰呢是青花鱼藻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纹饰啊，外边呢。画的这有几条鱼啊？1条、2条、3条，有3条鱼，然后呢还有一些海藻、鱼藻，这个水草在里边啊，水草在里边。然后在这个杯的中间呢，有一个爬行的螃蟹啊，爬行的螃蟹。那么有网友在问了，那么这个螃蟹它代表的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画一只螃蟹呢？对吧？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酒杯里边，在这个杯子里边画一个。水里边能爬行、能游的这种动物啊，其实非常的生动。您不管是喝茶也好，喝酒也好，哎，它里边有一个小动物在里边，就感觉像游起来的这种感觉啊，非常的生动。然后螃蟹呢，它其实也是代表的就是古人对于学子的一个期望，就是它代表的是考场夺魁，然后一甲传炉的意思啊，就是高中科举的意思啊，然后在它的底部呢有一个花押款，对，八方来财，因为螃蟹呢有8只脚，对吧？八方来财，这个不是全品，刚刚那个还想看呀，那个伊老师啊，刚刚那个还想看瓷板是吗？那我讲完这一只，我再拿过来让您再看一眼好吗？好，那么这个鱼藻纹杯呢，画的就是这个有鱼呀、有水草，还有中间一个八方来财的螃蟹啊。这拿到手里一看，哎呀，八方来财，每天多看看就八方来财啊，非常的有意思。然后这个鱼呢，也是富贵有余的意思啊。所以说，这种瓷器上的画片无时无刻不在反映着这个古时候的匠工啊，他对于这个。民间老百姓，就是他能深深的体会到这个民间的老百姓，他对于生活的向往到底是什么？那向往的是富贵有余，向往的是自己家的这个孩子能学业有成，能考中科举，对吧？啊，所以这种应该说都是在当时非常受追捧的这种茶器啊。好。那么这一件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麻烦这个没有冲，哎，潘老师，这个没有冲，它就是口上有一个小颗呢，在这里啊，口上有一个小颗。那这个青花您可以看一下，青花到这儿是有点断了。这儿有一个小颗，然后呢有点小包釉，那这块有点小包釉。然后底足那儿有一处小颗，有可能是窑颗啊，因为其实毛病不算大，也没有冲线什么的啊，就是挺小的一个毛病。您看拿在手里啊，就感觉不错，哎，喝酒喝茶，然后再看看，哎呀，今天要来财了，八方来财了，多少米？无底价起拍，我们今天晚上几乎都是无底价，1000元起拍，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麻烦再把刚才的第一个瓷板再让我们老师看一下好吗？对，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跟我来提出来啊。
的确，这个网拍呢也没有把所有的东西这个预展摆出来，所以有很多网友啊，通过图片其实不能完全感受到这件东西的这个全面性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刚才这一件啊，有网友想看我们第一件。这是我个人觉得非常不错的一件啊，就是它的尺寸比较特殊，不像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比较大尺寸的这种。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喜欢这种小一点的，比较讨巧，因为你摆在案头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装饰陈设器。来，我们给左右扫一下。好，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一件清康熙的五彩人物故事图瓷板。刚才有网友说这个画片是郭子仪拜相啊。对，这是非常具有康熙时期的这种风格，不管是他人物的画片，还是他的用彩，包括他周围的这种锦地纹的装饰啊，都是非常具有康熙时期的典型特征。而且呢，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一块的这个太阳啊，这一块的太阳，它其实应该是上面有描金的啊，但是因为时间太久远了，这个太阳，来。跟过来一下，对它这个太阳呢，其实它应该是有描金的啊，但时间久远，它那个描金本来就是低温彩，所以就是很容易脱落。目前还存留一点点的金彩。背面看一下，好，伊老师，背面您一看就懂了，这一看就是海外回流的这种。这上面这报纸可以看看是。哪一年的？这一看就是海外回流的啊。好，那您如果看好了，我们就继续往下来看1188号。来，好，把那个1188和1189都拿过来一起吧。都是无双谱题材的，对，背面的报纸撕不掉啊，这委托方给我们是这样子，我们也不能随便撕。你说万一给人撕烂了、撕坏了怎么办呢？对吧？到时候委托方赖我们好，那么我们来看第1188号啊，第3件拍品。是一件青铜制的粉彩无双谱人物图折腰盘。那么这一件呢，通过这个名称啊，大家也知道啊，它是一个折腰的一个造型，看到没有？它是一个折腰的一个造型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画片呢，画的是无双谱题材。无双谱的这种画片在瓷器上出现呢，就是多数是从嘉道以后啊，多出现这种无双谱题材的画片。那么无双谱呢，这种它也是根据清初时候的这个版画啊为参考为参照，就是在清代初期呢，有一位这个画家啊，他是画了40位名人。有什么司马懿呀，什么岳飞呀，就是画了40位名人，作为这个主要的一个画片，一共有40位啊。然后是一个就是以版画为主。那么后期呢，在嘉道以后呢，以这个版画呢作为参考，然后在瓷器上开始大量的出现啊，开始出现的比较多。那么这个上面是画了得有四个人物啊，这是画的什么孙郎、江东，谁呀？这是，画的比较多的这种人物，他也是特别具有这个当时的一个代表性啊。然后这一件呢，您看一下，它的背面是光素无纹的，就是一个折腰的一个造型啊。我们年份呢给它定的是清同治年间，因为根据它的用彩，您看它这个粉彩啊，包括这种蓝料彩呀，就是颜色会稍微的更深一点啊。所以说我们把它的这个年份给它定到了清同治啊，清同治。好，那么这是一件，我们来看这一件啊。
先说一下这一件的品相啊，1188这个的品相是口沿有小磕，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口沿有小磕，口沿有小磕啊，有点刮手。然后这一件的尺寸，这件尺寸是20.2公分啊，20.2公分。那么再为大家展示我们下一件的拍品啊，也是一件无双谱题材的一个折腰盘，也是一个折腰盘。那么它的区别呢，首先是它的尺寸比较大，比刚才那个要大，尺寸是25.2的口径，然后品相呢是会更好一点啊，它是轻微的有一点魔彩啊，轻微的魔彩，我看一下，这都不太能看出来，其实品相还算是不错的，轻微魔彩，然后圈足微磕抱釉，圈足微磕抱釉，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圈足的微磕啊，有可能是它出窑的时候就有这种啊，就是非常非常小的这种微磕，非常非常小的微磕，那么这一件呢，它的画片依然是无双谱题材啊，依然是无双谱题材。我们刚才也说过，就是说在瓷器上出现无双谱的题材呢，是从嘉庆、道光，甚至再往后是比较多见了啊。他们所有的这种画片都是依据清代初期康熙年间吧那个版画啊而来。那么当时的这个版画上画了40位名人，后期呢瓷器上也是节选每一个人，然后画到瓷器上啊。那么这40位名人呢，有岳飞呀，有这个什么司马懿呀，等等等等啊，非常有名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啊。然后这2件都是无双谱题材，然后只是一个大一点，一个尺寸小一点啊。都将是在今天晚上拍卖，起拍价都是1000啊，起拍价都是无底价1000元起拍，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来，我们继续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可爱啊，这个是1190号。明崇祯的青花丙级问牛土小罐儿啊，丙级问牛土小罐儿，我们看一下它的品相是包口啊，包口，那包这是应该是银口还是铜口啊？已经发黑了，包口，然后有冲线，应该是口上这儿有一点问题，然后给它包了，然后并且它引出来的有冲线啊。它这件的造型呢，大家先看一下它的造型啊。盖上这个盖子，大家觉得可以干嘛呀？我觉得是可以当一个茶叶罐的啊。这个有可能以前也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茶叶罐啊。然后看它的一个画片呢，叫看它的画片叫丙级问牛啊，丙级问牛。那么这个丙级问牛的题材呢，它是取自于这个西汉时期。那个丞相啊叫丙吉，他呢一生都是特别为民着想。那么有一次丙吉呢，他在外出考察民情的时候，他看到，来我们摄像头太近了，对，推进一下看看胎呀，看胎，来给你看底足。就是丙吉问牛，他讲的是西汉时期的这个丞相啊，叫丙吉。他有一次在外出考察民情的时候呢，就是看到一帮人在打架，然后他并没有去制止，而且呢，他是，怎么说呢，就是见怪不怪吧，没有任何的举动，就继续往前走啊。看到一帮人打架，他都没管。然后又走了一段呢，他看见一头牛呢，气喘吁吁的在拉东西，所以呢，他呢就赶紧下来，就去问那个牵牛的农夫，然后问农夫这个目前的生活状况怎样，问这个牛为什么气喘吁吁。然后这个丙吉身边的这个侍者呢，就特别的不理解，就说这个丞相，为什么您刚才看见他们一群人打架您都不管，您看到这么一头牛的时候，您反而要去过问呢？然后这个丙吉呢就回答说，这个一群人打架，这个呢其实是在每个地方都能见到的。那么
它自然会有他们当地的所管辖的这个地方官，他自然会去维持秩序，自然会去管理。但是当我看到这个在目前这个春意盎然的时候，天气都非常好的时候，然后这个牛啊，它在拉这个东西反而是气喘吁吁，那么会不会是这个季节气候发生了有什么异常的变化？那么如果是因为气候发生了异常变化，那势必会影响这个收成，会影响这个老百姓的生活。所以呢，就是通过这么一个故事呢，也是反映了当时这个丙吉他是非常爱戴这个老百姓啊，非常为老百姓着想。那么通过这个画片反映到瓷器上，谁？没事啊。好，那么这个画片呢，画到这个瓷器上呢，也是反映了当时这个怎么说呢？画工也好，还是说当时的这个窑工啊，他也是希望所有的这个官员能爱戴老百姓的一个愿望啊，一个想法。刚才有网友说想看看胎，这个胎呢是非常的莹润啊，非常的这个釉也非常的莹润，这个胎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坚硬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而且它底足的这种削足的方法也是很干脆的利索啊，很干脆利索。另外呢，作为崇祯时期非常典型的这种括号云，大家可以看一下括号云的画法啊，非常的流畅，看到没有？就是一左一右的这种括号云的这种呼应啊，非常的流畅。另外呢，崇祯时期啊，它比较明显特征的是它这个鱼鳞草，看到没有？这个鱼鳞草也是它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特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件。那么这个还有一个盖子啊，这个盖子上面还雕了两个这个鱼藻纹，这是鱼啊，画的是鱼。雕的也非常的仔细啊，配上这么一个盖子，可以作为一个食用器啊，然后可以装点茶叶啊什么的啊，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小可爱啊。那么资老师还有什么问题吗？可以跟我说一下。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往后啊，来看下一件。我们今天晚上啊，就是我介绍的几乎的我今天晚上介绍的这些拍品啊，几乎都是无底价1000元起拍啊，除了有个别1、2件它是3万、4万左右的起拍，那么其他几乎都是1000元起拍，所以大家有喜欢的不要错过啊。来，我们继续看1191号，是一件民国的粉彩安居乐业图的茶壶，那么大家跟我看一下，从图片上看啊，我也以为它会比较小，但是这个实物大家看一下，还是容积还是挺大的啊，容积还是挺大的。这个茶壶啊，泡茶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画片，画了2只鹌鹑啊，鹌鹑还有这个菊花啊，也是谐音安居乐业啊，在我们这个很多瓷器上都有这种画片，安居乐业。而且呢，恰好它的背面呢也落了4个字，叫安居乐业，并且呢，它有一个落款叫余地文。余地文呢，我大概查了一下啊，余地文呢，他是这个民国时期的制瓷的名家啊，大家可不要小看了这把壶啊，他是民国时期制瓷的这个名家，而且呢，余地文他也是。在这个景德镇陶瓷名人录上面有记载啊，有过记载，所以说这是一件也还算是一件文人瓷啊，名家瓷。然后它的这个盖子上面啊，盖子这块还有一个描金啊，描金因为时间久了已经有点脱落了，还有4个字，这是什么？大家看一下这写的什么？永什么心呢？我不认识，你们有谁知道吗？泡参茶的呀，一定要泡参茶吗？这个普通的茶叶可以吗？来给大家看一下里边啊，里边因为它是泡茶的，所以它那个里边壶嘴的那块啊，它是有一个过滤的几个眼儿啊，可以看一下。对，是的。
然后它的这个口部啊，这个口部包括它的这个颈部这一块都有一圈的这个描金作为装饰，搭配起来再加上这个盖子上面。盖钮也有一个描金，所以整个搭配起来就感觉有点很富丽堂皇啊，很那个高雅。然后底部是没有落款石的啊，因为这种文人瓷呢，它一般就是在这一块就已经落了它的这个名人款式于地纹啊，景德镇的民国制。好。那么这一件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然后品相也跟大家顺便说一下，是壶嘴有小颗，盖孔有小颗，啊，盖孔啊有一个出气儿的这个孔有小颗，然后盖钮有缩釉，您看这一块啊，盖钮有个缩釉，其他的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啊，这么大个容积的壶，它的器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一件。